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城市，就是分属于2个不同的省，说着不同的语言，用着不同的法律，交着不同的税率的同一个城市。如果他先跟你说 hello 是犯法的，他们有专门的语言警察会去管这件事。我们老师当时给我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在是加拿大人之前优先是魁北克人。那我觉得这个加拿大和魁北克的这个关系完全就是形同虚设的夫妻关系，就是名存实亡。虽然表面上没有领结婚证，但是我实际上已经以一个单身的状态出去和人社交去了。好，非常感谢2位大老远的来我们这里，先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双方嘛。这个嘉宾是我之前拍过的，我拍了他2期节目，已经是2023年的事情了，是吧？很久之前，现在都2026年了，已经将近过去3年了，时光荏苒。那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一个现在的新的情况，然后以及你现在在做什么？好，我是Steven， 在还是在教课啦，英语、法语、中文都在教，然后也去一个幼儿园去教小朋友。之前上半年有回了一趟国，在国内待了半年的时间也有在打工，就是在教课，在996的教课，然后后来就回来之后就继续半躺平的这个生涯，继续躺平人设，也没有全躺，就是仰卧起坐吧，就45度这个阶段，躺躺齐齐，躺躺齐齐。那您呢？大家好，我叫 Rainbow， 然后我是13年左右来的奥德瓦，然后当时是联邦移民，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就搬去魁省了，大概在魁省住了有10年左右，然后工作我是做那个financial service， 其他的工作就是为了支撑个人爱好，比如说有个音乐协会，做一些演出的执行，然后也在教委去教小朋友中文。那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聊的是魁北克。那2位也都是住在魁北克，你们住的那个城市叫加蒂诺，对吧？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不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加拿大有魁北克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加拿大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个只讲法语，也不是只讲法语了，但主要只讲法语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反感别人去讲英语，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然后有自己的他们骄傲的艺术，然后甚至他们路标招牌和加拿大其他地方都不一样。那你们分别在这个魁省住了大概有多久啊？您在那住多久啊？我是18年10月份来到加拿大，当时来的时候就直接到着这个魁北克这边，因为我本身是魁北克移民，我走的是魁北克的项目。先是在蒙特利尔待了1周左右，然后就直接来到加蒂诺了。我是联邦移民，然后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是在奥德瓦的，因为当时我先生在 OU 上学，所以我们就住在 OU 旁边。但是呢，因为我可能来的时候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我的小朋友呢，在当时是很难在那边排上 daycare 的，就是排不到幼儿园。然后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住在 Gatineau 这边，然后就说我可以帮你来排，如果排到了，刚好我就把房子租给你，你就住在我们家这边，然后你小朋友就可以上学了。然后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最终确实是排到了，而且魁省你也知道有好处，它的 daycare 的价格会比那边低一些，然后我们就搬到这边来生活，后来就一直住在这边了，大概到现在10几年吧。10几年了，那你也来挺久了。对。其实大家可能对加蒂诺这个城市还不是非常了解，它就是离渥太华非常近，就隔了一条河，那个叫渥太华河，然后中间目前是2座桥吧，应该是。然后这条河隔开，这边就是魁省，这边就是安省，然后离魁省最近的就是渥太华，然后离安省最近的就是加蒂诺。那个方向是魁北克，这个方向是安大略省，广就在中间处。然后这2个城市就有点像广东里边的深圳和惠州，就是买不起深圳房子的人都搬惠州去了。然后，但我觉得其实还有点不一样，因为这2个城市共用一个市中心，它市中心正好是在这个2个城市的中间。对，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城市，就是分属于2个不同的省，说着不同的语言，用着不同的法律，交着不同的税率的同一个城市。
那我们最开始第一个话题，我们就聊的是为什么在加拿大会有存在这么一个非常奇怪和特殊的一个省。它面积非常大，它占加拿大整体面积的12%，一直北边到那个北极，南边都接到美国，这全是魁北克整个一个面积。那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英语国家中的一个法语区呢？这我今儿早上刚查了一下，先感谢一下 ChatGPT 啊。那个说本来这个地方它是法国的这个殖民者先到了，它原来这大片都叫新法兰西，就是叫新法兰西。然后在1759年，在现在魁北克城那个地方有一个划重点，1759年啊，1759，感谢 ChatGPT， 再感谢一遍。那个有一个叫亚布拉罕平原战役这么一个战争啊，是当时这个英国殖民者和法国殖民者，虽然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然后他们两个就在这儿打，然后呢英国人打赢了，然后这个法国这个国王这边说那没办法我们撤吧，然后在1763年的时候，整个这个新法兰西这一块呢就彻底的交给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王，毕竟法国在这儿已经经营了好长时间了。语言呀、文化呀，包括宗教啊，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法国它是天主教的，然后英国信奉的是新教，然后包括宗教这方面都是不一样。然后英国呢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手，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完全去把整个这个新法兰西地方给它转换成原来这个其他的这个北美殖民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说那就先保留吧，也算是两边达成了一个和解。但是毕竟在整个国家来说，它还是一个以英文为主导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也存在了非常多的抗争。比如说，我要坚持讲法语，然后我要坚持法语的教育，包括现在通过了法案，所有的广告牌必须有法语。我去过蒙特利尔几次，就是你进每一家店，他先跟你说 Bonjour Hello，先说 Bonjour， right？ 不是先说 Hello。It's by law，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要求的，是吗？我不知道这个。他先跟你说 hello 是犯法的，他们有专门的语言警察会去管这件事。然后当时我们在一个英语的学习班上还讨论过这件事情。当时我是一直比较站说他其实可以说 hello， 这是我为了热情的欢迎他。然后后来那个他们的一个本地的人就说，那你试想一下，如果这是你的国家，所有你认识的人都开始不讲你的语言，那么你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什么看法？那这句话还是挺触动我的。我觉得如果真到那一步，可能我还是希望我的语言可以流传下去，这是我的文化符号嘛，我不希望它跑掉。比如说在 Gatineau 那边有一个魁大的分校，他们那个学校以前还是生源比较不错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法案，他们就要求你来的人必须得先会法语，那你这样就会筛掉很多其实还不错的生源。其实当时我们还跟他们的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你其实可以要求这个学生来的时候不会讲法语，我要求你必修一门法语的课，对吧？然后你才能毕业，才能拿毕业证，这样你这个法语人口就留下。但他们不，他们就非常一刀切的，就是你来你就得会讲法语。但是现在导致一个情况，他们对移民就是要求第一条就是你要，对，他不在乎你其他的，法语是最优先的。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当然大家有很多很优秀的中国人，也在各行各业很顶尖，但是我们就不会讲法语，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吸引到我们中国人的人才过来。但是相反，在非洲很多国家，法属殖民地还有北非，就是他们是法属殖民地啊，他们就是法语非常好，但是可能没有很好其他的背景，但是他们就可以很顺利的过来。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移民国家的初衷都是想吸引人才过来建设我的国家，服务我的国家，让我们的经济更加繁荣。但是魁省由于特别偏向法语的这么一个政策，导致它吸引的人才非常局限。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魁北克政府这边他在考虑吸引移民的时候，他会把文化的存续放在我吸引到人才的这个质量之前的，因为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整个北美洲的这个位置，那主要以法语为主的，现在就只剩下魁北克这一块了，所以它会有一个文化存亡的一个危机感。对的，所以说他在保护他语言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我在北美洲的这一块的文化不要去丢失，不要去失去，然后呢之后他考虑他说我能吸引到什么样的这个国际人才来我这里。他有一个，我记得之前好像在哪儿看过一个，它是一个反例，
美国大家知道，以前美国中间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法属殖民地，就是现在的路易斯安那的那个地方，然后整个地方以前也都是说法语的，然后但是后来进入了美国，然后他们就入乡随俗喽，就大家开始慢慢说英语，就很快的时间，就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地方现在会说法语的人已经很少了。之前我就一直没想明白，哎，他为什么不去发展经济？他老一直纠结法语这个问题。对，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文化的优先级更高于经济的发展啊，这一点倒是解释通了。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生活在加拿大，我们虽然叫加拿大人老外了，我们聊天的时候都叫他们老外，是我们是老外。对，但其实我们才是真的老外。那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是以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待他们排斥英语的这个问题的。那我也认识一些出生在魁北克、成长在魁北克的当地的人，那我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你怎么看待魁北克排斥英语的现象？对，他会说中文，厉害。卡住了，严肃脸。Okay, let me answer en anglais, since it's a very 他很 complicated 他说我要用英语 question, 回答。 and 但他用法 my 语说的这句话。 Chinese is limited. As you can see, I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My English is fine, and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at most people in Quebec can speak English to some extent. So I don't think it's hard for anyone who doesn't speak French to live here and communicate, get around. However, you're gonna have a much better good time if you learn French, because otherwise you're gonna be missing out on a lot of, good stuff. And likewise, if I were to move to a country where I didn't speak the, native tongue, I think I would want to learn it, because it's just so rich, Cultures are just fascinating, and if you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of said culture, then you're missing out on a lot of stuff. So, yeah, I recommend learning French. And I don't think Quebec having French as, its official language is dividing in any way. This is just the way it is. This is the language that we speak. We are French speakers. And that's how it is. I mean, that's just how it is. It's as simple as that. 他这个很可爱啊！首先，他第一个他说我会要用英语来说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是用法语说的，用法语说出来的这句话，非常非常可爱，有自己的坚持，对，有自己的他还是有自己的坚持。作为魁北瓜的一个骄傲，是吧？对，至少我开头我要用法语来说。他属于比较温和的一派了，已经，因为我当年去学法语的时候，我的法语老师是个非常漂亮的女性啊，非常非常非常好，然后又优雅，法语说的又好。她给我们做的第一个作业叫蒙佩义。我们当时也做过这个。什么叫蒙佩义？我的国家，在我看来，我的国家那肯定是中国，我不可能说什么陕西啊、西安啊，或者是什么北京啊，什么就蒙佩义。然后我们的老师为了让我们能理解蒙佩义，就给我们做了一个 example，就是他先给我们说了一遍，他说的蒙佩义是 Quebec。就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就是这个法语人口的这个概念里，他们的国家是魁北克，并不是我的国家是加拿大。对，然后至于你刚才说的魁北克人这个坚持，我这边也有好多例子。我记得当时也是在上法语课的时候，我有问过我们老师说，我们那个学校门前不是会有那个旗杆吗？我说为什么我们这边只有魁北克旗而没有加拿大旗？我们老师当时给我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在是加拿大人之前，优先是魁北克人。”对，他们是这个概念的。而且就是魁北克省的省会就是魁北克城嘛。我后来有一次看地图，我才发现那个地区的名字就法语叫做 Capitale Nationale，用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国家首都。对，就他认为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国家了。对，而且最搞笑的，你知道是法语课的那个申请表，你比如说你想去上法语课，他给你一个表，这个表格是法语，全都是法语的，就很执着啊。非常非常执着非常执着。所以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他们的自我认知。我也问了刚才那个女生同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认为你是加拿大人，魁北克人，还是法裔加拿大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回答。你的自我认同是什么？是加拿大人、法裔加拿大人还是魁北克人？我是魁北克人。猜到了，猜到了，没有任何疑问。对，没有任何疑问。你可能回到中国，你随便拉一个人问，我觉得90%的人都不知道魁北克是哪里，他是一个讲什么样语言的人，但他们就非常骄傲啊，就是我就是魁北克人，你不认识我，你不知道无所谓。哎，我觉得这一点跟美国有点像，就比如说我在其他地方遇到一个美国人，他说你来自哪里？他说我是加利福尼亚人，那个时候我是德克萨斯人，他们会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一样啊，他们也是是吧联邦啊，哎就所有联邦制的国家，它都是这种概念。就是我当时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住了一个 Airbnb， 是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魁北克的一个阿姨接待的我。然后那时候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有一天这样外面也在下雨，我就在屋里边就跟她聊天。然后当我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会一些法语了，我开始尝试用法语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会显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是整个眼睛就亮了，然后端出那种什么小点心啊，然后什么就整个人就哦，你是我们的一份子，就是这种感觉。会讲法语都对对对，不用会讲，会讲自己只要你 try 就行。对对对只要你愿意开始尝试，他们就会觉得你非常好。然后那个阿姨会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中间我有问过她，我说，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魁北克在1980年和应该是1997年还是97年97年的时候公投公投有过2次公投。然后我问说，那你们家的人当时在这个公投的时候是怎么投的票？他说我们全家都投了同意独立。我说为什么呀？我说那你们独立的话，对经济啊、对工作啊、对发展都没有什么好处啊。他当时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我们就是魁北克人。当我看到那个蓝色的魁北克旗在那儿飘荡的时候，它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个时候我热泪盈眶，我不会去想这些你刚才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它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还是很爱国的，就是民族自豪感。这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当时在那个上法语课的时候，中间有一天学校给我们放电影，然后放电影内容是什么呢？就简而言之吧，勤劳善良的工人阶级魁北克人民被那些说着英语的狡猾的资本家们剥削，后来靠着我们的团结、努力和勤劳，成功的让自己屹立于这片土地之上。我当时就想，不是吧？这给我们这些新移民、这些学法语新移民就看重，就有点像那个抗日。对，一样的，就是抗日的感觉他们也会有这种，我觉得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那你们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就是想从这个国家里独立出去？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我开车一旦过了这个桥，魁北克那边的路差很多，明显就破败很多。我觉得他吃着这个联邦政府的财政，天天还要闹独立，那是因为闹得越厉害，吃的财政越多吗？我觉得他们现在福利特别好啊。我认识的多数土生土长的魁北克人，真心就是我们是一文化个国家那个，我们是一个国家，对就是民族自豪感。我真的就是想，就是你如果不承认我是个国家，你不保护我的语言，那我就是要独立出去。但是你要说政治这个方面，比如说这个党派他到底提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我觉得那谈判筹码还是在的。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对，政治上咱就不谈，就作为这普通民众，你觉得他们就真的就想独立出加拿大，成为一个魁北克人吗？就魁北克的国家？要是有这个机会，他非常愿意。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回答的。关于魁省独立运动，你怎么看？抓耳挠腮了。Listen. I have graduated from McGill University. So in a way, I am a derived product of Anglo-Canada. Now, if Quebec was to separate from Canada, well,
I would be a proud Quebecer, and I would be very happy, and I would feel very blessed to have Canada as a neighboring country. Likewise, if Quebec never separates from Canada, then I will be a proud Canadian. And within Canada, I will remain a proud Quebecer. Diplomacy. I just did diplomacy. Take notes. 刚才我们看了他的回答，就非常官方的一种回答。就我觉得他是拉小提琴的，但我觉得拉小提琴屈才了，他应该去外交部工作。我觉得好可爱啊！做外交部发言人，这是完全不为过。滴水不漏，就是2碗水端得非常平。对，无论是去还是留，哎，我都行，我都是一个骄傲的，要么是魁北克人，要么又就是法裔加拿大人，都非常骄傲。但如果从这个少数群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样的，这是非常好理解的。我们的孩子来到加拿大，我们依然让他们去中文学校啊，对，我们依然要传承我们的中文给他，对吧？我们也是有这个忧虑的。对，所以他们在这个在这个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也是接受到联邦政府的方方面面的打压的。2次公投之后，好像这个联邦政府就修改了法律，如果讲就很难再发起第3次公投，就非常非常难。然后当时我听到就是看到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当年公投之前呢，是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来过魁北克访问，然后因为戴高乐这次访问呢，就激起了这个魁北克民众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对，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踏入魁北克第2次了。他被列为加拿大不受欢迎的人，是因为他过来访问的时候，他站在阳台上说了一句什么魁北克自由万岁之类的。对，好像是。所以他这个就是魁独分子吧，魁独分子。那法国和魁北克都讲法语，那这2个法语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一模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真不一样。他们区别是口音不同啊，还是不就都不同？都不？你要说一个魁北克人和一个法国人没有办法交流吗？可以交流，有点困难，但是有点像咱们跟比如说方言的人，比如说陕西话的人。就是一个说普通话的，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这种，但是没到温州那么远啊，没到温州那么远。我听过有两个理论，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当年的这个法国国王应该是亨利14，然后就派了很多的这个巴黎的女性来到魁北克这个地方，就为了去繁衍子嗣啊，然后去推广那个法语文化。所以说他当时呢，很多这个有一种说法说，魁北克这边的法语是保留了当时亨利14时期的一些更偏古一点的这种一些说法或者一些表达。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说，因为他这边离美国很近，就是周边都是被这个非常强势的这个英语文化来包围，所以他在用词的过程中有很多词是基于英语，然后强转成法语的一个说法，就是英语词儿拿法语发音读。对，比如说有一个词像日语，对，比如说有一个词叫西瓜。西瓜这个词英语叫 watermelon， 对吧？哎，这个魁北克这边呢叫做 melon， 就 melon 就是 melon， 那个 o 呢就是水瓜。哎，但是这个词你如果放在巴黎或者放在法国，他们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因为法语的这个法国法语叫做 le pastèque， 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词。所以我当时来到这边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内心崩溃的阶段。学了法语但听不懂。我们讲了魁省的这个语言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再聊一些其他的方面，就比如说他们在法律上、教育上和这个加拿大其他地方也是不一样的。法律是我的那个专业，我是知道的。法律其他所有的英联邦国家都用的是 common law， 就是判例法，但只有魁省。特别特殊，大陆法系 civil law， 对，他用的是那个就是条文法，跟我们中国是一样的，他的法律体系都可以跟他整个联邦不一样，他甚至有自己的移民法，自己我想要多少移民，他们自己说了算。我觉得这就非常夸张，他们甚至自治权力太高了，非常高，他们甚至居然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有驻外办事处。那我觉得这个加拿大和这个魁北克的这个关系完全就是形同虚设的夫妻关系，就是名存实亡。虽然表面上没有领结婚证，但是我
实际上已经以一个单身的状态出去和人社交去了。那你们觉得，就是他们那个教育和，当然除了法语语言的设置上，你们觉得在他们的教育理念上、课程设置上，和加拿大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这个我们先问孩子妈妈先说。哦，这个3个孩子的妈妈，对，这个比较有发言权。它的学制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会多1年 CJEP， 但是少1年中学。然后在 CJEP 那个大学预科的那个期间，你是也可以选择 CJEP 毕业就去上班啊，或者是高中它也有那种职高啊，然后毕业了也可以去上班。然后多1年，缩短了1年中学的学制，多了1年专业的体验，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然后这样再去上大学，然后再去上，整个体制上应该就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区别。然后教育内容上，它是有自己的那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我这边呢也说几个我身边的例子。我的这个有一个室友，他在这边读就是那个 CJEP，CJEP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大学预科，然后他在读这个课的时候，他选的是读的是 nursing， 就是一个护理。最大的考验还不是任何的专业课，是法语文学和哲学。这个是他要通过一个魁北克省的一个通考，就是你必须得通过了必修课法国文学和哲学，你才能拿到这个 CJEP 的毕业证。有点像那个思政，哎，对那种东西。我这个也是来自于法国的这个传统。这很有意思，就所有的这个掌权者都希望控制这个官方的话语体系。当然，教育是最有效途径了。它这有点像你看过小说那个《三体》吗？他们有个信念钢印，你每一个人过来上我这个学，给你盖个戳，你现在就是魁北克人了啊，对，你就是魁北克人，你不要想东想西的，你什么加拿大人，你出场之后。